第6个主题要讲的是，根据我的数据分析，大家都知道，终结者里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读书计划规划的方式，只用成绩单纯数据驱动的数据分析。我们是直接用 Python 去模拟出一个像是考试一样的题库。那用的全部都是官方的演算法，每一个题目里面都有大量的参数。每一道题目做完之后呢，及时根据你做的对或错来去决定下一道题目的难度，从你的成绩单里面还原出来。到底今天你在考试中的成绩，每一道题结束之后，你的分数变化了多少？我们这个地方的影片拆解分数演算法第1集到第3集，甚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有实际的去分析数据。现在的分析是完全基于数据驱动的分析，可以完整的去回顾到你考试中的这个分数变化。那各位，你看哦，这是数学 verbal 的 DI， 我拿同学来当例子，可以观察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它的波动率是不一样的。大部分都是前期比较高，中期慢慢收敛，后期的时候几乎呢对跟错都是微调。你看这个地方的错题跟这个地方的错题，很明显价值就是不一样。这个地方开始就在慢慢的收敛。我们看每个科目都有这个特色，像这个地方的错题就跟这个地方的错题价值明显不一样，又跟这边价值明显不一样。我会建议各位可以把考试分成前、中、后期。前期特色就是波动最大，所以这个地方的题目是超级重要。我会建议各位在考试的前1/3，你要抱持的心态是这样子：第一个，尽量不要粗心。如果你数学题目算得太快，举个例子，你可能算20秒、30秒就出答案了，我会强烈建议你去重新验算一次，不管是数学或者是 DI 里面偏数学的题目。第一个，避免粗心，因为这边的粗心就会导致你的分数会大幅的波动。第二个也是因为，如果做太快，可能会被 GMAT 判定为不正当做题或者是异常做题。就算今天你做对，可能也不会被算进去。这个地方又是我们刚刚讲的每道题目价值都很高的地方，我就会建议你验算，也是确保 GMAT 不会认为你在异常做题。前1/3会建议你做的第2件事情，如果一道题目你不太确定，或者是你这个方法你试了解不出来，我会建议你去采用第2个方法或第3个方法，就是尽可能的去用各种的方法，甚至你还可以用带数字带答案什么的方法，想办法把这道题目做出来。不要想说标记跟修改的功能，不要去想说我标记起来，等一下再回来修改。在前1/3不要做这件事情。你如果这道题做错了，它会当下直接波动就很大的。第一个影响是分数会扣掉，第2个影响是它给你下一道题目就是比较简单的题目，仿佛把你从3分线出手推回2分线出手。有一个是可以回复的，但有一个是不能回复的。好，可以回复的是，如果你标记起来，事后回来修改，由错改对的话，分数本身会加回来。另外一个伤害是不能逆转的，因为它不可能等到你全部做完再去决定你下一道题的难度，根据你现在做题的状况去决定你下一道题的难度。所以你就算你今天后来把它改对了，下一道题变简单，他不会说那下一道题重做给你难题，我就会建议你尽量标记起来再回来修改。我会建议你尽量谨慎，可以试不同的方法做对。在中期的时候呢，就是正常做。如果我们刚刚所设定的平均时间一到，我们就可以去做猜题。假设1道 CR 是2分钟，如果做到快2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选择先猜一个答案，然后到下一题去把这道题标记起来。当然你也不用放弃的太快，还是尽量做到2分钟。如果时间到了你还没解出来，那就是标记起来到下一道题去。因为这个地方就算做错，它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已经相对比前面的部分少很多了。最后段的部分则是我会建议你要以把所有题目都做完为唯一要务，因为我们前期比较谨慎，也可能因为我们中期有些地方卡弹，比如说一道题目平均是2分钟，我们可能前面有些题目会做到2.5分钟左右，你其实已经超支了平均时间。你要把这个时间补回来，不然题目会做不完。题目做不完的惩罚，比起你猜错还来得更严重。还记得我们刚刚说 DI 没有写扣掉1.5个积分，相当的百分位会到8到10个百分位以上。跟这个来比的话，那个惩罚根本就是地狱。我们的目的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全部写完。我们的策略就会是说，虽然还是原则 GR 一题2分钟 ，TPA 一题是2.5到3分钟 ，GT 一题是2.5到3分钟，但是你不用说撑到那个时候。如果这道题目你很早就感觉做对的几率不高，题目根本看不懂，根本没有抓到重点，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想法。你做到一半，很早就感觉到自己做对的几率不高，你也不用去撑到那个2分钟了，你就提早把它放弃。这道题就算做对，它对你的分数是微调，做错也是微调。时间如果不够，你最后没有时间把所有题目猜完，那就不是微调，那就是直接开闸了。宁愿提早放弃。你也不要硬要撑，每一道题都超时，到最后没有时间写完。甚至呢，有些题目你还可以去用一些技巧，忽略猜一个，
做错的风险远比写不完的风险还来得小。我们就来大家看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时间，在各个阶段我的建议时间变化，这个地方应该是 DS， 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打错 ，PS、CR 跟 DS 这3种类型的题目，正常时间是1.5到2分钟，中段跟后段都是用正常的时间去做。前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时间，变成2.5到3分钟。前段的分数波动实在是很大，所以我们宁愿多牺牲一点时间，也希望这道题能够做出来。正常时间是2分钟，但是前段我们会故意透支一点时间，让自己能够进，甚至是加个验算。但中段跟后段就不需要去透支时间了，因为中段跟后段它的波动是相对比较小的，中段就维持正常的时间，后段也维持正常的时间。后段呢，如果今天一个题目遇到障碍，你不一定要真的做到2分钟。如果是中段的话，我还是会建议你做到时间慢，我就会建议你提前把那个题目放弃掉，因为你要把前面透支的时间补回来。同样的题目的大小，如果是中等大小的题目，正常时间是3分钟，前面可以达到3到3.5分钟。那大型的题目，比如说 RC 的6到8分钟，前面可以到7到9分钟 ；MSR 的3题6分钟，前面可以压到7分钟是没有关系的。这就是我给的最明确、最完整的考试前中后段每一种题型的时间指南。今天的内容